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这个厨师不简单》故事解说。一场暴力突袭骤然撕碎盛唐集团的日常平静，一众训练有素的闯入者强势控场，勒令全员原地趴低，扬言敢妄动者绝不姑息。为首头目直面总裁苏清雪，抛出霸道交易，强制索要天书核心代码，外加盛唐27%的股份，这笔价值300多亿的资产，要求苏清雪无偿交割。对方气焰滔天，放言若拒不签字，便先屠戮在场员工，再对苏清雪下手，以无辜者性命威逼施压。生死危局中，苏清雪镇定自若，厉声驳斥对方违规越界的卑劣行径，直言商业博弈不该牵连无辜，伤及普通人只会两败俱伤。就在现场气氛紧绷到极致时，一道平淡沉稳的嗓音骤然响起。身着后厨工作服的普通厨师陆晨缓步走出人群，平静叫停了这场混乱。突袭者见状纷纷出言驱赶，肆意嘲讽，直言后厨刚完成全面消毒，本就严禁外人闯入，这般生死危局，轮不到一个炒菜的厨子插手。面对众人的轻视与戏谑，陆晨神色淡然，毫无退缩之意。头目更是嗤笑不已，嘲讽他生死关头拘泥于后厨小事，随即肆意踹翻周边物品，嚣张跋扈至极。无人预料，陆晨并未争执打斗，反而从容报出精准食材单价：猪肉17块8一斤，香料23一斤，老抽、生抽、冰糖、大蒜等食材账目尚未结清。这番反常操作让突袭者倍感荒谬，讥笑他大难临头还执着于算账。陆晨坦然回应，理清账目，锁定责任人，事后方可依规追责索赔。说罢示意众人让开，换来的却是对方变本加厉的挑衅。一枚锅盖径直被丢向他的面门，陆晨抬手稳稳接住锅盖，利落沉稳的动作瞬间暴露非凡身手。突袭者终于察觉异常，知晓这名普通厨师竟是练家子，心底生出忌惮，却依旧不肯罢休，冷声质问其越界插手的缘由。陆晨神色平静，态度坚决，旁人闲事他从不过问，但今日之事他必须管。头目不再废话，当即下令手下围杀，数名打手一拥而上，却被陆晨瞬息制服。有人情急之下掏出手枪威慑，放言肉身速度终究不敌子弹。直面枪口，陆晨毫无惧色，最后一次警告对方撤离无关人员。众人满心疑惑，不解他执意阻拦的缘由，直到他缓缓道出核心：11点半是食堂开饭时间，数百名员工等候就餐，绝不能因冲突耽误众人三餐。这般理由让突袭者匪夷所思，当即放话今日全员进餐。陆晨抬手握住身旁菜刀，常年切菜的厨具此刻裹挟着凛冽气场。他淡然坦言，这把刀5年未离灶台，从未用于争斗，今日被逼无奈，只能破例。极致反差的气场彻底震慑全场，对方终于察觉他身份不凡，慌忙追问其来历。陆晨只淡淡自报身份：盛唐集团2楼食堂热菜组厨师陆晨。简单一句介绍，瞬间触发暗处顶级风控指令，一道隐秘命令悄然传出，针对苏清雪的5000万美金悬赏任务被紧急叫停，以到账的半数定金作废。所有潜入江城的行动人员限时全员撤离，不得滞留。执行者满心错愕，追问缘由，只得到一句致命警示：目标虽为苏清雪，却意外惊扰了隐士阎罗，招惹了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忌存在，继续行动只会自取灭亡。突袭势力尽数退去，紧绷的现场重归平静。陆晨仿若无事发生，淡然提醒众人距离开饭仅剩10秒，疑惑大家为何无心就餐。危机解除，苏清雪上前真诚道谢，陆晨却只随口回应：若真心致谢，便让员工日后杜绝粮食浪费即可。随后食堂恢复供餐，为弥补冲突造成的食材损耗，陆晨取消当日红烧肉供应，为每位员工增补1枚鸡腿，所有损耗归入公司账目。暖心举动收获全员好感。事后下属复盘现场，19名突袭者被当场滞留，其余人员趁乱逃窜，全员使用虚假身份，无任何可追溯线索。且这批人绝非普通打手，动作规整，战术专业，是接受过系统化训练的精锐势力。层层疑点之下，苏清雪将所有调查重心锁定在异常亮眼的陆晨身上，下令彻查其入职盛唐前的全部过往履历，公开资料干净的毫无破绽。陆晨29岁，3年前入职盛唐食堂，月薪8600元，名下无房，仅有一辆4年车龄的电动车，银行存款47321元，无犯罪记录，无武术受训经历，无特殊从业背景，6年履历近乎空白，是不折不扣的底层普通员工。越是完美的平凡，越显刻意可疑。苏清雪当众直言，绝不相信一个普通人能10几秒制服12名精锐打手。面对追问，
陆晨仅以随便练过一点敷衍带过。谈及对方持枪威胁时，他徒手偏转子弹轨迹的逆天操作，他也只推作运气使然。敷衍的应答让苏清雪更加笃定，陆晨身上藏着刻意掩埋的神秘过往。陆晨却淡然释怀，每个人都有过往，只要不影响当下生活，便无需深究。为留住这位实力深不可测的高人，苏清雪开出天价酬劳，3000万、5000万、8000万层层加价，力邀陆晨出任自己的专属贴身保镖。面对唾手可得的富贵，陆晨果断拒绝，理由朴素且坚定：自己离岗后，食堂无人接手炒菜工作。苏清雪当即表示可高薪聘请10名新厨师顶替，陆晨却认真解释：3年后厨生涯，他熟记每一口锅的火力，每台设备的弊病，知晓每位员工的饮食禁忌与口味偏好。这些细微温情的积累，是新人短期内无法复刻的。交谈间，后厨人员匆忙上报紧急故障，2号冰柜突发停机，300多斤新鲜牛肉面临损毁。该设备早已故障，上月换新申请遭财务部驳回。老旧蒸箱频繁跳闸，设备老化严重，随时可能在就餐高峰期全面停摆。得知食堂困境，苏清雪当即敲定解决方案，当场批复40万设备换新预算，采购全新冰柜与蒸箱，同步将食堂设备、食材采购预算整体上调30%，所有审批由自己亲自签字，彻底根除后厨物资设备难题。后厨人员欣喜对接采购事宜。苏清雪笑着调侃陆晨：8000万高薪不动心，40万食堂设备便松口留任。陆晨随即敲定合作底线，立下硬性规矩：每日11点半至1点半就餐高峰期，无急至紧急危机，绝不处理外部事务，全程保障员工供餐。临时事务需提前报备协调。苏清雪无奈失笑，直言重金聘他是为护佑自身安危，而非制定食堂排班表。陆晨却道出细腻考量，他早已留意到苏清雪的身体隐患。长期饮食不规律，午餐少食，靠3杯咖啡续命，长此以往，性命无忧，身体也会彻底垮掉。这般细致入微的观察，让苏清雪满心诧异。未等二人深谈，下属紧急通报集团内乱危机，7名董事联合发起罢免提案，12点召开临时董事会。3大罢免理由直指苏清雪：集团突发重大安全袭击事件，天枢核心技术存在泄密风险，3家银行同步冻结60亿授信额度，集团资金链濒临断裂。面对内忧外患，苏清雪沉稳应对，应允准时参会，邀约陆晨随行助阵。陆晨却执意先回后厨，随即提醒关键。会议耗时漫长，苏清雪尚未吃午饭，空腹博弈只会思维迟钝，贻误战机。危机四伏的夺权乱局中，陆晨始终坚守好好吃饭的朴素底线。与此同时，暗处敌对势力得知盛唐内乱，下令12点前铲除陆晨这一最大隐患，伺机入局搅动局势。临时董事会准时召开，局势一边倒，众董事纷纷发难，直指银行抽贷。罢免决议层层衔接，流程缜密，明显是提前策划的夺权闹剧，矛头直指副总周文海。众人趁热打铁，逼迫苏清雪接受罢免，借集团危机夺取管理权。就在苏清雪孤立无援之际，秦氏集团秦昊空降会场，假意劝解，随即抛出100亿授信的援助筹码，可化解盛唐资金链危机，却附带2大苛刻条件：天枢核心技术秦盛共享，苏清雪与秦昊商业联姻。关乎集团存亡的100亿救赎面前，苏清雪毫不犹豫拒绝联姻捆绑，秦昊随即道德绑架，以数千员工生计施压，逼迫他妥协让步。压抑僵持的会场中，陆晨一句平淡的吃饭打破所有桎梏。他缓步走入会议室，直言12点已至。苏清雪肠胃久病，必须按时用餐。这番举动引来全场震怒，众人怒斥后厨厨子擅闯高层会议。秦昊更是满脸轻蔑，肆意嘲讽苏清雪落魄至此，竟让普通厨师贴身随行。听闻陆晨身手不凡，秦昊刻意出言挑衅试探，陆晨始终淡然低调，坦言自己只会做饭，不懂打斗。秦昊愈发嚣张，鄙夷食堂家常饭菜粗陋廉价，当众故意打翻餐时，扬言10万赔付便可抹平一切浪费。嚣张跋扈的姿态之下，陆晨眼神微冷，平静要求秦昊捡起地上饭菜。底层厨师的命令彻底激怒秦昊，旁人纷纷打圆场劝其适可而止，陆晨却态度坚定，拒不退让。转瞬之间，两人交手对决，秦昊被瞬间碾压制服。缠斗间，秦昊察觉其招式独特眼熟，追问是否去过东南亚，陆晨只淡淡回应，这是常年切肉练出的手感。他正色告诫，饭菜可不吃，绝不许肆意糟蹋浪费。言罢转身离去，回归后厨本职。暗处观望的手下见状，
忍不住打探传闻中5年陨落的阎罗是否尚在人世，被上级厉声制止，言语间满是对陆晨的极致忌惮。秦昊身边的幕僚彻底认清局势，主动退还酬劳，放弃针对陆晨的计划，直言无人敢招惹这位影视大佬。董事会夺权流程继续推进，众董事反复罗列3大危机，咬定苏清雪失职，逼迫其退位让权。就在罢免决议即将落地之际，苏清雪终于揭开惊天布局。此前泄露的天书核心代码，皆是他半年前刻意布置的陷阱。察觉集团暗藏内鬼后，他提前安排研发部制作3组仿真测试代码，外观与正版核心代码毫无差别，却自带专属追踪标记，一旦外泄启用，便会自动回传精准定位。他刻意放任代码流通，只为静待内鬼主动现身，自露马脚。全场董事哗然，追问内鬼踪迹。苏清雪抛出关键线索，泄露代码的首次上传地点是封闭半年、无人进出的顶层总裁办公室，亦是他昏迷父亲的办公场地。线索直指内部高层，疑点重重之下，苏清雪当即下令封锁顶层区域，全员原地待命，亲自带队现场核查。现场无强行闯入痕迹，门窗锁具完好无损。苏清雪精准推断，泄密设备是半年前暗中预买，长效电池续航1年，完美契合布局时间线。顺着线索深挖，幕后关联势力浮出水面。江城地下顶尖势力青门会长韩九成，长期与秦家暗中勾结，利益捆绑。此时下属紧急上报，秦昊已携韩九成抵达盛唐2楼食堂。苏清雪火速赶赴食堂，途中陆晨主动报备，询问是否需留守保障午餐高峰供餐。抵达后，秦昊主动搭话攀谈，陆晨态度疏离，明确划定底线。食堂只司就餐本职，恩怨谈判、私人纠纷一律上楼处理，严禁占用就餐场地，打扰员工用餐。秦昊随即介绍身旁的青门会长韩九成，吹嘘其江城地下圈子的顶尖地位。面对赫赫威名，陆晨神色平淡，毫无波澜，甚至被秦昊调侃要不要给大佬加鸡腿。韩九成手下当即上前施压，扬言陆晨曾击溃地下强者烽火，勒令其下跪道歉，滚出江城，否则必将遭致横清算。就在韩九成准备出手拿捏陆晨之际，看清面容的瞬间，他骤然色变，厉声喝止手下挑衅，态度谦卑恭敬，躬身称呼其陆先生，坦言多年前曾有幸见过其真身。一众手下错愕不已，不敢相信称霸江城的地下大佬竟对一名普通厨师俯首恭敬。陆晨仅提出2项朴素要求：食堂内禁止抽烟，不得封堵门口阻碍员工通行。韩九成立刻全员照做，随即郑重警示身边众人，严禁在江城妄议陆晨身份。违者大祸临头，同时透露重磅情报，大量陌生海外人员涌入江城。针对苏清雪的5000万美金悬赏再度重启，局势未稳，食堂突发异常，一名新入职后厨员工操作失误，错拿食材调料，现场弥漫诡异意味。众人以为是新人粗心失误，陆晨却瞬间察觉破绽，当即勒令全员撤离操作区。他笃定后厨无小事，看似失误，实则是蓄意捣乱，刻意制造安全隐患，当场拆穿对方伪装，厉声质问其背后主使与真实目的。伪装身份彻底败露，这名间谍颤抖着称呼陆晨老师，难以置信昔日陨落的阎罗尚且在世。他随即道出幕后真相，本次悬赏并非秦家和青门主导，真正的操盘手是沉寂5年的血焰势力。本次悬赏沿用5年前针对阎罗的专属暗码，黄泉不渡，血焰不散，密钥标注为楚天阔专属，暗码独一无二，绝无仿制可能，意味着血焰已然重启，精准锁定陆晨与苏清雪2大目标。与此同时，下属顾白查到尘封5年的关键线索，苏父当年的车祸并非意外，官方定论的普通事故背后留存照片，暗藏与陆晨相关的蛛丝马迹。苏清雪终于知晓，陆晨的过往牵扯着庞大神秘的地下黑暗势力。他问及血焰底细，陆晨不愿多言，只希望他永远远离这片黑暗。苏清雪不再追问过往，直言自己只信眼见为实。陆晨守护盛唐，护住全员的立场，足以值得全然信任。陆晨提醒他心性过重，轻信他人易吃亏，随即提出终止贴身保护任务，打算独自彻查血焰动向。苏清雪紧急制止，预判血焰目标绝非天书技术，背后另有图谋，贸然追查极易陷入圈套。话音刚落，医院噩耗传来，苏父所在病房全面断电，常规与备用电源均被人为切断，信号彻底中断，病房空无一人，苏父遭人掳走。众人火速赶往医院，监控拍到嫌疑人开走内部救护车从南门逃离，且彻底拆除 GPS 定位，切断追踪线索。陆晨精准预判逃窜路线，
施工路段与繁华商圈皆无法通行，对方必然选择畅通的滨江路。众人沿路追击，发现劫持车辆，对方持枪戒备，危险重重。陆晨安排苏清雪留守避险，独自下车追击，却很快识破圈套。救护车只是刻意布置的诱饵，目的就是引开众人，拖延救援时间。他当即带队折返，笃定饭菜可重做，人命绝不可错失。返程途中，陆晨偶遇故人楚天阔，对方提起5年前的小馆之约，随即爆出颠覆性真相：当年黄泉覆灭，阿策牺牲的元凶，并非血焰，而是潜藏在身边的自己人。完整真相随之揭晓。5年前，陆晨因妹妹被血焰挟持，被迫泄露行动路线，但他刻意交出的是虚假方案，搭配3套备用计划，本可保全员无虞。可最终黄泉众人误入埋伏，阿策惨死，疑点埋藏5年。而篡改路线、葬送全员的幕后黑手，正是黄泉副首领裴九。更惊人的是，外界传言葬身火场的裴九，实则早已假死脱身，当年的遗体只是提前备好的替身，成功骗过所有人视线。真相尚未厘清，盛唐在遭连环重创，核心供应商集体断供，海外项目叫停，股东大规模抛售，资本恶意做空，对手意图72小时内彻底拖垮盛唐，逼迫苏清雪交出天书核心技术。苏清雪坦言仅能支撑72小时，陆晨迅速分工，让他留守维稳集团内部，自己全权对外对抗血焰，追查裴九。此时隐匿5年的裴九正式现身，坦然承认当年篡改路线、放行血焰、制造黄泉覆灭的全部罪责。他道出背叛初心，无法接受陆晨为缅怀阿策，放下黄泉荣光，归隐人间做普通厨师。他耗费10余年打造黄泉顶尖势力，不甘心一朝消散，因此策划5年前的惨案，重启悬赏，搅动各方局势，唯一目的就是逼陆晨褪去伪装，重归地下世界，重拾阎罗威名。他甚至嘲讽陆晨身负血海深仇的当下，是否还能准时赶上人生的饭点。很快，顾白锁定裴九藏匿据点，江城西郊废弃工业区一座盛唐停产医药代工厂，地下冷库搭配独立发电机，全封闭屏蔽信号，是绝佳的隐秘巢穴。众人敲定作战方案，警方5公里外布控待命。苏清雪依托天书技术封锁周边网络，切断冗余基站，调取全域轨迹，为陆晨扫清外部障碍。陆晨独身赴局，摸清场地布局，外围30余名打手，2处撤离通道，2名制高点哨兵，地下冷库关押12名人质，且体征稳定。他恪守昔日黄泉规矩，先救人后算账，快速肃清外围警戒，潜入地下据点直面裴九。裴九调侃他归隐5年，破案攻坚皆用厨房工具，早已褪去杀神灵力。陆晨无心缠斗，心系后厨工作，打去担忧无人对接食材验货。裴九等候5年，只求生死对决。黄泉4大判官尽数归位，欲清算5年旧账，却被陆晨厉声制止。他明确当下唯一目标，平安解救所有人质。裴九交由执法机构依法处置。黄泉早已解散，今日归来不为复仇厮杀，只为守护无辜之人。人质全员安全撤离后，2人直面所有恩怨。裴九袒露终极野心，欲借天书预测模型，搭配黄泉执行力、血焰渠道，搭建全球顶尖情报猎杀网络，掌控地下世界资源与人命，将杀戮做成可控生意。苏清雪带队赶到，假意交出完整天书代码，妥协让步，实则植入专属追踪模块，借助裴九的传播网络，反向锁定血焰全部服务器位置，布下一网打尽的绝杀之局。裴九感慨苏远山育有聪慧果敢的女儿，坦言当年放过陆晨归隐，是感念苏家善意，知晓凡人亦有安稳平凡的活法，今日搅动风云，只为逼阎罗归位。随即，裴九当众撕碎陆晨5年的平凡伪装，宣告消失5年的地下第一杀神黄泉首领阎罗强势归来。陆晨却拒不认领杀戮名号，直言自己唯有未了恩怨与未尽责任。他终于问出5年心结，得知阿策牺牲的终极缘由。阿策撞破裴九吞并黄泉、勾结血焰的疯狂计划，执意揭发制衡。裴九为保野心落地，狠心痛下杀手，制造惨案。裴九始终执念自身霸业，嘲讽陆晨心软念旧。陆晨坦然释怀，5年前出手为输赢立足，今日挺身为止战安民，终结纷争。最终，陆晨依托天书精准追踪，联动执法机构捣毁血焰全部势力，12个境外节点，89个涉案账户，37个国内据点尽数清零，盘踞多年的黑暗势力彻底覆灭。他坦言，顶尖技术当用以守护安稳、护佑众生，而非算计人心、制造杀戮。尘埃落定，落败的裴九依旧嘲讽
陆晨终究只能回归后厨，甘于平凡。陆晨坦然接纳所有身份，他从来只是盛唐食堂一名普通的热菜师傅。全篇终极真相随之揭晓，5年间流传的楚天阔秘药与行踪，皆是陆晨刻意布设的伪装。真正的楚天阔5年前便已离世陨落，所有恩怨纷争尽数落幕，风波平息，万物归常。陆晨彻底告别黑暗过往，褪去阎罗锋芒，只留下一句温柔问询，询问食堂南瓜粥是否尚可熬煮。随后转身离去，重回烟火后厨，坚守属于自己的平凡安稳。